我告诉你，男人穷并不要紧，但要有骨气。汽车可能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，但它们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财务状况，使你更难实现财务自由。我先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按你现在的收入，你觉得自己到底买得起一辆什么样的车呢？你可能会说，只要经销商说我能买，银行批了贷款，月供我也付得起，那就能买呀。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件很残酷也很重要的事情：你能贷款买到的车和你应该买的车往往不是一回事儿。经销商只关心你能不能付月供，而你的人生要承担的是买车之后带来的长期的现金流枷锁，加贬值，加机会成本，加资产结构被挤压。更关键的是，第一辆以及前几辆车的选择会在不知不觉中锁定你未来5到10年的资产结构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分2层，第一层规则层，先算清楚你理论上该买多贵的车。我会用3个典型收入做具体分析：年薪4万、年薪8万和年薪15万。第二层现实层，我们会用美联储 SCF 的数据校正现实。我们会回答3个尖锐的问题：第一，在不同财富阶层，车在净资产里到底占多少？第二，车贷在谁身上最容易变成拖累？第三，为什么车几乎从不参与阶层跃迁？这期视频你可以把它当做买车决策说明书，而不是选车指南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很多人买车只盯着一个数字，每月还款就是月供，但其实月供从来不是你买车的成本，月供只是你能感觉到的每个月被吸走的现金流部分。真正的成本至少有5层。第一层融资成本涉及到利率和年限，现在很多经销商都会试图说服你，你买得起更贵的车。他们的方法很简单，把贷款的期限拉长，比如从36个月，你可以拉长到60个月，甚至96个月。每当还款年限拉长一次，你就会产生一个错觉，好像我又买得起更贵的车了。第二层保险，车越贵，保险通常就越贵，当然也会根据你的年龄、地区、驾驶记录、车型、里程、婚姻状态等等，但保险不是一次性花费，而是长期的固定支出。第三，注册费、牌照费、税费、杂费等等，很多人只看车价，签字那一刻才发现总价多了一大截。第四层维修保养，尤其是不可预测的事情，比如 Toyota 和奔驰、宝马长期维修花费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。第5层贬值 depreciation， 这是车的本质，车不是资产，它是一个会自动缩水的消费品。你可以享受车，但财务上它是漏水的桶。所以你今天要问的不是我喜不喜欢这辆车，而是我是否愿意牺牲未来至少5到7年的财务增长能力为它买单。为了给大家一个参考基准，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买车市场最新的一些数据。如果你正打算买车，但没有一次性现金全款购买，那你并不是个例。根据 Experian 的最新市场报告显示，在2025年第3季度，美国新车的平均月供为748美元，二手车的平均月供为532美元。80.67%的新车买家选择了贷款买车，平均利率为6.56%，而二手车买家中也有35.48%使用了贷款，平均利率达到了11.4%。如果你也打算通过贷款买车，那么在走进经销商之前，你必须先看清楚你的预算是否真的承受得起这一笔长期的月供。当然，你最终需要支付多少，取决于你的信用分数、首付比例、贷款期限等等多个因素。不过，这些数据是群体性的数据，那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购买能力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常见的指导法则。
第一个指导法则叫做35%法则，也就是你买车的总价不要超过你税前年收入的35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年收入4万美金，车总价的上限为14000美金；年收入8万美金，车总价的上限为28000美金；年收入15万美金，车总价的上限为52500美金。不过现实中35%法则其实很激进，如果你只是想要一辆车从 A 点到 B 点代步，那我会更建议你保守一点，比如用25%法则或者20%法则。第二个法则叫做20-4-10法则。首先，这个法则的20指的是至少付20%的首付，比如车价35000美金，建议首付至少7000美金，贷款部分大概是28000美金。原因是因为首付20%能让你的贷款更好承受，也意味着你在财务上更准备好了去买这辆车。此外，折旧是车最大的成本之一。一个很好的策略是买开了3到5年的二手车，因为主要折旧已经发生过了。其次，这个法则的4指的是贷款期限不要超过4年，因为月供更可控，也能在车贬值太多之前更快的还款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假设车价是35000美金，首付20%为7000美金，实际贷款额为28000美金，利率为7%。那么如果贷款期限是4年的话，月供就是671美金。如果你把贷款拉到5、6、7年，你会发现期限越长，月供越低，然而你会额外支付更多的利息。比如，如果贷款期限是3年，利息部分就是3140美金；如果贷款期限是7年，利息部分就是7580美金，超过了1倍。最后，这个法则里的10指的是所有交通成本不超过税前收入的10%，也就是每个月给车的相关支出，比如车贷、保险、保养等等，不超过税前月收入的10%。下面我们用3个收入等级来做一下简单的计算。这里我们假设利率7%，贷款年限4年，首付比例是20%，交通总预算的上限为税前收入的10%。如果年薪是4万美金，月供的上限就是333美金，可承受的车价上限就是17400美金。如果年薪是8万，月供上限就是667美金，可承受的车价上限就是34800美金。如果年薪15万，月供上限就是1250美金，可承受的车价上限就是65250美金。当然，这里的首付不是可有可无，它本身就是门槛。你现在可以看到的价格不是推荐你买的车的价格，而是在不掐死未来资产增长能力的前提下，你勉强能够承受的上限。而现实是，经销商会给你更高的车价、更低的首付、更长的年限，结果就是你首付下降，贷款增多，月供看似没爆，但是总负担和结构风险急剧上升。20-4-10法则本身其实很合理，但很多人觉得不合理，原因不是数学不合理，而是他买不到你想要的车。在这个规则下，绝大多数家庭本来就买不起市场主流的新车，所以他们只能靠拉长贷款、降低首付和透支未来。因为现实中有很强的社会压力，大家会被推动去买一辆超出负担的车。在继续讲之前，我先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校正。根据美联储 LCF 的数据，在净资产最低的家庭中，车往往是他们看得见的最大资产，但也最容易把他们锁在原地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不是不该买车，而是车在他们的人生阶段出现的太早，占比太大，抑制了他们的资产增长能力。视频后面我会把美联储 LCF 的官方数据分享给大家。现在我们切换视角，站到汽车经销商的那边。PTI Payment to Income Ratio 是经销商的核心操作杠杆。PTI 等于车贷的月供除以税前的月收入，而20%的 PTI 是经销商认为最容易成交的心理阈值上限，因为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服你。
你的月供在收入的20%以内，很健康。而更低的 PTI， 比如10%到15%，就更容易把车卖给你。而车贷会看 DTI，Debt to Income Ratio。DTI 是银行兜底的风控线，尤其是你还有学生贷款、信用卡、房贷等等的时候 ，DTI 等于所有月度的债务除以税前的月收入。比如 DTI 的上限通常是45%，超过贷款通常会被拒绝或者提高利率。DTI 不超过40%，银行通常会认为更合理。然而，银行批的贷款额解决的是银行的风险，你能不能过得下去，是你自己要解决的家庭现金流稳定性。下面我们举个例子，假设利率是7%，贷款期限是4年，首付是20%。我们来比较两种法则。第一，更为稳健的20-4-10法则，用税前收入的10%作为月供上限。第二，经销商销售逻辑 PTI 到20%，也就是税前收入20%作为月供的上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同样的收入，经销商推荐给你的车价往往是稳健买法的2倍甚至3倍。别忘了，经销商还会给你推荐更长的贷款年限和更低的还款额。你以为你是在买车，其实你是在卖掉未来5到7年的自由现金流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有人会把买房的逻辑拿来买车，然而房贷的占比高，有时候是压住资产；车贷的占比高，几乎永远是提前消费未来。房子至少有3件事情：第一，可能升值；第二，可以出租或者可用性更强；第三，在资产负债表里可能是稳定器。而车呢，是确定性的折旧，持续吃现金流，几乎不产生收入。所以你用 DTI 45%买房可能是激进，你用 DTI 45%买车几乎一定是错误。到这里，我们讨论了几个常用的法则。下面我们通过美联储 SCF 的数据来看看一个真实而残酷的问题：为什么车会拖累财富阶级的跃迁？很多人以为车贷都是小钱，那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数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美国大概有86%的家庭有车，车辆价值的中位数大概是$22,000，车贷余额的中位数大概是$15,000，而典型的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$63,000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典型有车贷的家庭来说，光是车贷就相当于将近1/4的税前年收入，这还没有算保险、油费、维修和贬值等等。所以，对于很多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，车不是一次性决策，而是一条每个月自动扣走增长能力的管道。你不是被车价压垮的，而是被几十个小但长期的固定支出慢慢扼杀了资产的增长能力。这张图是按净资产分位车在家庭资产结构里的占比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后25%的底层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只有$3,500，但车辆价值的中位数则为1万多美金。这就是现实。这个群体看起来有车，但资产结构是空的，车不是他们的资产，而是外壳。同时，我们看到净资产分位在25%到75%的中产家庭，车的绝对值看起来不小，达到2万到2.5万美金，但它对净资产开始构成挤压。不要忘记，车不能真的算是资产，每个月都在把钱从我们的口袋里拿走，其实应该算为负债。而前10%的上层阶级，净资产中位数达到260万美金，但车的价值仅占净资产的1%左右，几乎可以忽略。不是富人不买车，而是车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无足轻重，他们很理解车辆的负债属性，所以真正决定阶级的不是车的价格，而是车在你资产结构里的存在感。所以当车在你的净资产里占比极高的时候，它不仅是一个会贬值的消费品，它还会伴随着车贷把你未来几年的现金流提前锁死，从而让你没有能力去积累下一层的资产。那下面分享一个买车的决策框架。第一步，先想清楚车在你人生里的角色。
在你看任何车型之前，先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买车是为了解决交通，还是为了表达身份？如果是交通工具，答案很简单，稳定、可靠、成本可控。如果是身份的表达，你一定要非常清醒，你买的是情绪价值，但你用的是未来几年的现金流在付费。第二步，先用20-40-10法则把上限卡死，别着急看车价，先看一件事：我每个月最多能给车多少总预算？这一步的意义只有一个，你不能让车先把你的资产增长能力买没了。规则不是为了算能买多贵的车，而是为了告诉你哪里是红线。第三步，用美联储 SCF 的数据做一次资产结构校正。当你的净资产还很低的时候，如果车在你的资产结构里太重要，你很可能会被锁在原地很久。你不需要马上去配置一些股票、房产或者企业股权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方向：阶级的跃迁发生在这些增长型的资产开始主导你的资产表的那一刻，而车的价值占比持续下降。第四步，考虑买新车还是二手车。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，最现实的策略只有一个，买3到5年的二手车，把最陡的折旧曲线让上一任车主替你承担。哥，你轻点吧，我这是新车呀。你不是在省钱，而是在保留未来的选择权和增长能力。所以你当然可以拥有你喜欢的车，但请先拥有资产的增长能力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